最近浑源视频生成模型呢，其实呢也做了很多的更新。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生态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完善。我觉得这个绝对超出其他所有的这个文生视频或者图生视频的这个生态的架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现在的浑源的这个视频生成，它的生态呢都有哪些内容？大家可以在这个 K 神的扩展这个页面里边呢，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其实它主要的更新信息呢，并不是特别多。那其中的最近一版的更新呢，就是增加了一个视频到视频的一个工作流。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一个 examples 里边看到对应的工作流的部分啊。原来呢，我们大概只有一个 low ram， 也就是低显存的一个工作流，还有一个 T2V， 也就是文本到视频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个 V2V 啊，就是视频到视频的，还有一个 2F inversion， 也就是我们说的反采样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个啊。第一个呢，先是 V2V 这个部分。这个内容呢，其实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它相对于这个 T2V 来讲呢，主要是多了这样的一个流程。大家注意啊，在这儿呢，我们上传了一个赛车飞驰的视频，然后呢进行了一下 resize。它这儿呢是保持了比例啊，所以说是768乘768，但是它最终呢可能是768乘以480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结构。另外的话呢，就是经过我们的一个 get resize and count 之后啊，我们可以将生成的这个视频进行一个编码，编码呢得到一个类似于浅空间的图像，然后呢把它传到采样器里边就可以了。所以说整体的结构你会发现它非常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这个图生图，那只不过是这个里边呢就是视频到视频。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更新，比方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在这个 Llama 的加载的过程里边呢，其实增加了量化的一些选项。除了我们传统的 FP8 之外呢，还有一个叫BNB-NF4， 这个呢可以将这个模型的体积呢缩小到原来的1/4，所以说呢让整个的流程呢跑起来更顺畅啊，速度更快。当然呢，在其他的这个 attention model 里边呢，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儿呢，我们用到了一个 prompt template， 也就是提示词的模板。这个提示词的模板，你可以认为是利用这个语言模型啊。你注意，这个不单单是一个编码器那么个简单啊，它叫 LM model， 也就是它本身是一个语言模型，它具有语义的理解能力和文本的改写能力。也就是说呢，你虽然传的是一个这个东西，但是它会把它改写成我们需要的一个模板的形态。也就是说呢，这个模板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如果你经常去用这个大语言对话的话呢，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东西啊。这样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从这儿啊 custom prompt。给它拽一个出来，这儿有它默认的这个提示词模板，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那这个和大模型之间会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分为叫做system 和 user， 对吧？就是用户说的和这个系统说的。系统先说了这么一个东西，说你这个需要按这样一种形式来写这个提示词，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呢转成你需要的一个形态。那我们看这个模板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啊，第一个就是说，你需要描述这个视频按照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主体的部分，第二个是颜色和形状、大小、材质、质量啊、文本啊这样一些东西，第三个是动作和事件还有行为，第四个是背景，然后包括光照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你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去写的话呢，就不用我们之前用的那种大模型啊去生成提示词，即便呢特别复杂的提示词按照这样一个方式去写，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当然呢，这儿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对吧？那它这个提示词写的就很简单，叫 high quality nature value of excited brown bear 啊，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棕熊奔跑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说我们采样之后你会发现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场景。注意啊，我这个帧数给的还是比较少啊，我们大概能看到这样的几个画面，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确可以达到一个类似于图生图或者叫视频成视频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汽车在动，
这个熊的动作呢跟它基本上是一致的啊，而且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叫视频到视频。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叫做反采样啊，大家可以参照这个工作流来做。反采样呢一般是对视频当中的某一些东西进行比较细致的改写啊，或者叫修改，类似于编辑的这样的功能。我们并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东西做一些大的风格的转换啊，这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工作流呢我稍微转换了一下啊，这个转换主要是在这儿，因为呢我原视频是一个男的在走路，但是它的这个尺寸呢是一个横屏的，所以说呢我先把它转化成了宽度是512的一个横屏啊，然后呢又从这里边截取了一个320大小的一个竖屏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得到的截取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人说但这个视频哪来的？这个是 Sora 的一个示例视频啊，我有很多的那个示例视频就是从 Sora 里边来的。那说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操作？这个操作主要是因为如果我用横屏啊，这个人物占的这个像素比呢就太小啊，那大家看的效果就不明显，所以说呢我把它裁切了一下，这个很简单。如果你需要做一些这个图片和视频的裁切呢，可以参照我这个方法。另外的话呢我们这儿经过一个这个 resize 之后，你注意啊，跟之前是一样的，但是我这分辨率就是320×512是一竖版的，你原来不是那个512×320吗？大都是横版的啊。你注意啊，浑圆这个视频模型呢，对于分辨率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啊，主要是对于帧频。这个帧数一定是4的倍数加1的这种形态，你不要弄错了啊，要弄错了它可能就采样错误了，对吧？反而对于分辨率这个事情呢，它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呢，主要经过了2次采样，跟我们那个图片的反采样很像。首先呢，我们用到了一个提示词，你注意这个提示词呢是用到了提示词模板啊。你看一下，它大概呢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描述的。说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是一个写实的这个视频，是一个女的啊，然后戴着一个眼镜，然后下边呢对于物体，对于这个背景，还有这个视频的action 和 moment 啊，其实跟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模板是很像的。然后对于背景和这个整个的光照或者周围的环境做了一下描述。那这个呢，其实就比较有效的利用到了这个提示词模板啊。完了之后呢，我们下边来看一下啊，在这儿同样是一个提示词啊，我们进到了一次 inverse sampler， 也就是反采样。反采样的步数呢是30步。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采样完啊，就是从0步开始到27步呢它就结束了啊。完了之后呢我们得到了一个反采样，也就是加了噪点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再进行正采样。正采样同样是30步啊，但是这个也没有采完，不是完整的采了30步啊，是从0到13步。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可以保证你整个采样的效果。有人说那我记不住怎么办？你记不住你就不用去改啊，它示例的工作流嘛，你就直接去用就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采样和反采样是一个什么意思，对吧？反采样我们就是往上面加噪点啊，然后加了噪点之后呢，其实它是有一些主体信息的。然后呢我们在进行正采样的时候呢，由于采样步数比较少，所以说呢可以保留主体的视频信息，然后呢去优化细节。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说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些什么呀？小修改。你做大的这种转化呢，我们并不太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去做。如果你做大的转换，你就干脆用那个视频到视频。所以说呢，你硬说视频到视频和这个反采样有一个什么区别？那就是一个适合做整体的转换，而一个呢是做细节的修改啊。完了之后呢，其实就都一样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注意啊，它原来是一个男的在走，而我这个提示词里边写的是一个女的戴着一个眼镜。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要修改的部分是不是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首先你会发现啊，这个走路的状态完全是一样的，对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的确变成了一个女孩的状态，虽然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可以非常清晰的从她形体的结构或者整体的状态，我们能发现她的确是一个女孩啊。另外戴了墨镜，对吧？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反采样的这种编辑呢还是有效的，而且你注意，它对环境的确有一些修改。因为我说的是一个森林，对树啊什么的有一些修改，但是呢，由于采样步数太少啊，这种修改呢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说，它只是做局部的修正啊，记住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好，那这就是第二个这个技术。那就是支持了反采样。那另外的话呢，它还支持了 LoRa 啊。这个 LoRa 的生态呢，其实还不是特别稳定啊。我们下边来看一下，在 Civita AI 上呢，有很多混元的 LoRa 模型啊。我们来看这儿有一个，是一个混元的一个行走的 LoRa 啊，是一个动作的。你看一下，这是一个超级玛丽啊，超级马里奥，它在行走。你注意这个动作非常的妖娆，对吧？当然后边还有一些啊，看一下。那你会发现这个 LoRa 既适用于动物、人物、动漫的人物和写实的人物，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之后，这个大小呢只有307兆啊。同样需要有触发词，这个我没有去试啊，因为有很多的那个模型呢，它可能 LoRa 不需要提示词，像 Flux 这个我没有去试啊，因为它本身这个 LoRa 目前也不稳定啊。我只是告诉大家，混元今后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视频生成模型的一个结构，不是说它现在效果有多好。那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它的扩展嘛啊，所以说呢，未来可期，对吧？然后呢，我们注意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提示词，它叫 KXSR 啊，别管它啥意思。这儿还有一个提示词的一个形态啊，或者说建议的提示词结构。你可以先加触发词，写一个你的这个角色的名称，后边加上 full body 啊 no crop 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强度呢，我们可以 1.0。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要是一个动漫角色的话，你这个权重推荐呢是 0.85 到 1.0。如果你要是个写实版的呢，就 1.10 啊，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如果我不想记，那你就 1.0 OK 啊。然后下面呢也有一些例子，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啊，看动物的，这儿一蛤蟆啊，看也非常的棒啊。这个是一个小浣熊是吧？经常混元啊，或者说这个 K 神都是用小浣熊来做例子啊。然后这是一个3D 的模特啊，非常棒。这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超级马里奥，就是官方的那个示例啊。这儿有一个白雪公主的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构呢，我们会发现这个动作都还是可以的，能把这个 LoRa 的行走的状态能非常好的表现出来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实测的这个方式。我们先说啊，在这里边呢，它主体的结构就是一个文声视频。在这里边怎么加 LoRa 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混元的模型加载器的前边有一个 LoRa 的选项，你把它拽出来，这儿会有一个叫混元的 LoRa 的选择器，你把刚才的 LoRa 放到我们原始的那个 LoRa 目录里边就可以，就是在这个位置。在我们的 CompuI 里边呢，你会有一个 Models 目录 ，Models 目录里边有一个 LoRa。然后呢，你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子文件夹里边就可以啊。然后你注意，我现在的强度是 1.10， 别的结构其实跟文生图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只是这个分辨率又改成了320×512，也就是一个竖版的。然后呢，这个 number frames 呢，我们建议大家是33啊，就是4832+1这样一个结构。提示词呢，我们这儿写的是 KXSR， high fashion girl 啊，就是一个非常时尚的女孩，后边 full body 啊 no crop， 这个跟他给的那个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来看效果，注意啊，这个视频其实有一些裁切，这个不知道为啥，可能是模型训练的一些数据的问题。另外我们看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呢，其实这个行走的状态已经出来了，但是由于我帧数不够啊，所以说大家看到的不是特别的完整啊，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状态的确是有的。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这个 LoRa 呢不太稳定啊，就是你有的时候它能出来，就有的时候它出不来。尤其是呢，我们这儿会有这个模板的部分啊，可能会对提示词做一些改写，所以说呢，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你会发现啊，那它已经有了文声视频，有了视频到视频。然后有了 LoRa， 后边是不是会有 CounterNet？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如果再加上 CounterNet，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图声视频，那这个生态就完整了。其实跟 Cog Y6X 可能就能够相提并论了啊。但是呢，现在很多人会认为混元它整个的前景会更好一些。
所以说呢，这期视频我觉得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我要生成一个多好的这个视频的效果上啊，你反而应该去填补你在整个的这个 AI 的视频生成里边关于混元这一块它缺失的这个部分。你不要认为它只能是生成一个视频就完了啊，现在它的生态在不断的完善。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